你知道吗？养花的尽头是长寿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今天花花就仔细给你唠唠。长寿花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都是小小的花，红红的色，普通又不起眼，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愿意养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前段时间我又跟老爸一起去看望我那神秘的姑姑。为什么说姑姑神秘呢？姑姑如今快70岁了，以前有将近20年的时间都在做大棚生意。这么说吧，关于养花就没有她不知道的，当时在她那一片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。之前每次去看望她的时候，在她家里也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花，但这次去她家情况却大不同，一进门我就惊呆了，以前的花几乎都没了，到处都是色彩斑斓的长寿花，有些新品种别说见了，听都没听过。看到那个景象，连我都想偷偷顺几盆回去。但由于变化太大，我不禁地问道，以前的花泥？姑姑说，养花的尽头其实是长寿花。我又疑惑，养花的尽头为什么是长寿花呢？我姑姑这样说，长寿花本身的品种就多，它还能在冬天开花。要是总结起来的话，长寿花一共有5大优点，尤其第3点可以说是人见人爱，也是我这个老太婆喜欢的原因。长寿花的5大优点： 1. 开花时间久。长寿花开花时间不是一般的长，一般从晚秋就开始开花了，一直能开到初夏，这花期前前后后得有大半年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要是照顾得好的话，1年还可以开好几次花泥。这个时候我就问了，花期长的花有很多，那你为什么偏爱长寿花呢？那就要说说它另外一个吸引力了。像现在这样的冬天，哪有像它这样开花的？它开花时不但花量很大，还一开就是一个大花球。那你刚才说的开花好几次是怎么回事呢？答案后面再细说。2. 容易繁殖。长寿花其实是景天科的多浆植物，它的叶片大且厚，茎秆也很粗壮，万一缺水了，就会在这些节点的地方长出气生根。所以想要多插几盆的话，把带着节点的地方剪下来，插到土里面就能活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它的叶片还能繁殖。但如果想要最快看到它开花的话，要选择用枝干扦插的方法。比如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它的花期，等到它花都开完了，你就剪下来几枝，把它插到营养土或者蛭石里面。家里如果超过15度的话，估计20天左右就能生根了。3. 寓意好。老人养花都想讨个好彩头，特别是养在房间里面的花。长寿花就有这方面的寓意，听名字就知道它代表着长命百岁、健康富贵。再加上它的花又密又多，所以还隐藏着幸福美满、多子多福的含义。有了这层寓意，再加上春节时满盆都是大花球，就别提有多应景了。其实就冲这个寓意，也能说养花的尽头是长寿花，你觉得呢？4. 品种多。长寿花的品种也多，毛姑姑有100多种，可能一个颜色里面就有几十个品种。花瓣也分单瓣和重瓣，比如这盆柠檬，它刚开始开花时可美了，而这盆克里斯蒂，你觉得它的花瓣像不像羽毛？再看这颗甜杏，是少见的杏色，晒着晒着还会晒出条纹。而这颗爱丽丝虽然刚开始开花是黄色，但开着开着就变成粉色了。虽然只养了1盆花，但却可以看见2到3种状态的变化，值不值得养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5. 对身体健康有利。长寿花还能吸收有害气体，净化空气，产生氧气，能让家里的空气变得清新。说到这儿，就不得不提一下只有它独有的新功能。到底是什么新功能呢？我们先来说说它体内的一种叫做景天酸的东西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它能保证长寿花在晚上也能产生氧气，吐出负氧离子，而不是2氧化碳，这样家里就能像个天然的氧吧，晚上更有利于安眠。长寿花优点是多，但也要养得活才行。怎么样才能养得像姑姑一样好呢？姑姑说，你就记住6点就行，其实也没多难。长寿花养护方法。花盆的选择。刚买回来的长寿花，要是有花苞，到家后就不能换盆，一定要等开完这茬花再换盆。觉得自带的花盆不喜欢的话，就在外面套一个大花盆。那花盆有没有什么讲究呢？其实只要记住4个字就可以，宁小勿大。一味的图大的话，
容易闷根、烂根。种植的土壤，长寿花其实对土的要求不高，养多肉植物的土就行。给一点实用的建议就是，上盆前盆底垫一些陶粒、瓦片、花生壳，用来透气。透气好了，根就养得好。多晒太阳。长寿花喜光，夏天高温的天气需要遮阴，其他的季节要保证有充足的光照，特别是开花的时候，晒太阳的时间别少于4小时，不然不但长花苞很难，就算长出来花苞也都会掉了。那是不是一直放在太阳底下晒呢？其实也不是，喜光并不代表越多越好，它是短日照的花，所以晒太阳不能超过8小时。理想的环境是晒太阳6至8个小时，有5至8度的温差，那样的话，开的花不但多，颜色也艳丽。主要注意的是，温度低于8度，叶片会变黄；低于5度，大概率会冻伤。那这种低温天气有没有什么小窍门解决呢？姑姑说，这还不简单，给花套个塑料袋，上面扎几个洞，既保温又透气。少浇水。长寿花这类花，茎和叶都自带储水能力，所以它耐旱，讨厌积水，无论初夏秋冬都讨厌。所以平时不要有事没事就去浇水，一定要管住手，否则还没看到花泥，植株先浇死了。浇水时照着一个规律做，那就是等到叶片发软发蔫再浇水。既然浇水了，就要浇到水从花盆底部流出来的状态，不要只浇一点点，这种叫半节水，是所有植物浇水的忌讳。合理施肥。长寿花开花多，时间还长，所以要勤施肥。施肥的说道比较多，生长期要用复合肥，开花前期要用促花肥，上盆的时候盆底要放一点蛋壳粉或者咖啡渣等自制肥。当然，花期想要看到更多的花的话，就用磷酸二氢钾或是花多多2号，7至10天用一次。你是灌根也行，喷施叶片也行，这样连续3次之后，再来一次复合肥，保证花期花多，花期长。但一定要记住，开花的时候不要施肥，任何肥都不行。开完花要尽快修剪。花开完之后，要尽早剪掉残花，为再次开花做准备，因为残花会抢夺养分和水分。修剪的时候，把残花和残花下面的第一对叶片一同剪掉，还有那种枝条长得太高，影响整体形状的，也要一起剪掉。还有那些细细的枝条、黄叶、落叶都没必要留着，都剪掉才能保证养分水分，促使长寿花2次开花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通过我的介绍，你觉得养花的尽头是不是长寿花呢？有没有冲动去买几盆呀？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并打开小铃铛。感谢花友们的观看，也感谢粉丝一直的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